看那玄骨如此急匆匆的样子，显然这头的作用应该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能让这老鬼如此迫不及待，看来那虚天殿中的机缘之大，恐怕真如传闻一般了。但这么多大能都趋之若鹜的地方，我这种刚结丹不久的进入，恐怕是杀机四伏。更何况也会遇到极阴岛的人。不过，若是错过此番机缘，失去了进阶元婴的机会，迟早也会落得像金雄他们这般死于强者之手。所以，就走，咱们去虚天殿看看吧。金色古文竟蕴含着如此锋芒犀利的灵力。不其然，隐匿观察了这许久，倒是没见什么异常。不过入殿之后，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还是要打起10万分的小心。还算平静，是开启时辰未到的缘故吗？
世禁制之下，难以窥测他人修为。不知这里有多少结丹修士，又有多少元婴老怪。哎呀！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哈哈哈哈哈！这老鬼果然也来了，以他的实力，恐怕结丹修士中难于对手，却也在这里扮猪吃虎吗？还是不要随便扯上关系为好。小子，你要倒霉喽，被极阴盯上了。恐怕就是现在想走，也晚了。若这位极阴祖师知道前辈在此，想必会很高兴与前辈叙一叙师徒情分。你威胁我？晚辈没有此意。不过，若是晚辈性命堪忧，一时失言，将前辈牵扯出来，还望前辈见谅啊！没想到青兄和温夫人也在，这些时日还需要两位多照拂啊！这，不敢当，不敢当！你金岛近年来做得风生水起，都敢去捋星宫的虎须了。老夫可高攀不起喽。不过听说这蛮胡子也得了一张别人孝敬的虚天残图。咱们这几个老家伙，可能真的要再聚上一聚了。那蛮子也要来？哎呀，是啊，那蛮子寿元将近。多半是来寻些寿元果，希望能再多活个5、60年吧。造孽呀，造孽喽！欲盖弥彰。此二人与极阴相熟，莫非也是元婴修士？小子，你想不想进阶元婴？前辈此言何意？本座知道一种能让结丹修士迎接元婴机会倍增的灵药，名叫九曲灵参，就在这虚天殿之内。九曲灵参，那可是典籍记载中的仙草，此地竟有此宝。许以如此重力，前辈，怕不是想拉在下一起对付极阴吧？不错，若能将他留在这虚天殿内，为你我去此大患，何乐而不为呢？实话告诉你们，此次本座来这虚天殿，是对其中一样东西势在必得。只要你答应助本座得到内物，本座就先助你取得九曲灵参。先帮我取灵参？这老鬼打的什么主意？待本座事情办完，再将那九曲灵参的灵药秘方给你，依照药方炼制服下，
保你冥界元婴的几率大大增加。眼下我已经被结因盯上，只要此人还在，乱星海于我而言就再无安全之所。换言之，与这玄谷合作虽然听起来疯狂，但毕竟此人尚未恢复至元婴期，即使将来对上，凭我那些保命手段，也有一战之力。怎么样，小子？这场内有的是结丹后辈，老夫就不信找不到帮手。不如先答应他，眼下也没有什么损失。即使他包藏祸心与我翻脸，也可以先取得九曲灵参再说。前辈好意，在下心领。对付结因风险太大，请恕晚辈不能答应。但若是前辈助晚辈夺得九曲灵参，那前辈寻宝之时，晚辈也并非不可出一番力。随你。不过，这九曲灵参所在，乃是这虚天殿第2重试炼，你可不要死在前面了。这就不提了，不提了。吉老翁，把本岛的变异活蟒还来，否则贫道就不客气了。那小家伙天生地养，你又控制不住，自然是有能者居之。凭什么要还给你？再啰嗦，小心本祖师度化了你！吉因老小子，你要度化谁呀？要不，连本人也一块儿度化了吧？万天明，你也来了。哦，原来是温夫人当面。尊父六道先生，可还安好啊？姑姑可是一直惦记他呢。哼，怕是天天咒他暴毙。他做什么向来与我无关，不劳万道友惦记。我这鸾凤剑诀也一直想与你切磋1、2把。哼，和夫人切磋，还是算了吧。要是六道先生知道了，还不找我拼命啊！我呀，可还不想现在就挑起正魔双方的大战。竟然能让吉因都忌惮3分，难道此人实力以大元婴中期不成？吉因道友，万道友。好大的威风啊！没想到万大门主也来了。陈某可是一直想和万门主打一架的，也不知道那天罗真功能挨本人几拳呐！好说，说。在下对蛮兄也是久仰。泼天诀既然号称乱星海防御第1的魔功，那我万法门自然是要领教1、2又是一个元婴中期的强者，先是正道魁首，
现在又来了个第一魔宫，还有那个手持黑剑的温夫人，这基因在这对元婴修士中有些不够看啊。手握破金风，下来了，赶紧蛮虎子是吧？我记住你了。蛮兄、青兄，此行二位可是打算进内殿探探那鼎中之物啊？我看万老鬼那几个人可都是有备而来呀。以本人看，他们那都是痴人说梦。你也差不多，凭两只变异活马，就想打那虚天鼎的主意。虚天鼎要是有这么容易到手，哪轮得到咱们老几个呀？蛮兄，此言差矣。老夫筹谋多年，此次还真有些把握。别的不多说，若是两位能助我，除了那鼎本身和一粒补天丹外，鼎内其余的东西都给两位平分，如何？吴兄大手笔呀，看来真是有几分把握。别的不说，这补天丹，老夫倒是也很感兴趣。况且再怎么也不能让万天明这位君子夺了去。听道友说的对，若万天明出手，本人说什么也不能落了下风。只是这补天丹，说好了，本人要先挑，你们不许跟本人抢，不然可别怪本人翻脸。温夫人，不知尊家是否有意与我等共谋那内殿的宝物啊？我这次只是来采摘些灵药，无论你们有何计划，都请免开尊口，我是不会参与的。看来这些元婴期老怪们已经各自结成了联盟，这样最好，他们越是纠缠不清，我就越安全。
天殿之行，由于2位圣主闭关，就由我与金魁大长老代表星宫前来监督。规矩嘛，和往年一样，外殿3关，禁止私斗，凡恃强凌弱、杀人夺宝者，诸位均可先杀再报。若有漏网之鱼，离开此地后，星宫也自会通缉。至于内殿，星宫不会进入，也不会插手。所以诸位，若是觉得没有把握的话，就请止步于外殿吧。小子，小心星宫的人。每次虚天殿之行，都有正魔2边的修士死得莫名其妙。据说呀，从这里进去就是虚天殿的外殿，外殿共有3关，传送位置随机。本座先走一步，你要是连第1关都闯不过去，那也没资格谈什么合作了。老狐狸，此时提醒，是想减轻你的戒心吗？罢了，先闯过这第1关吧。和大长老预想的一样，该来的都来了。那当然，这可是300年才唱一出的大戏。且看他们慢慢玩吧。见前辈一切安好，子菱就安心了。不过，这极阴岛的恶贼们似乎是盯上前辈了，前辈还要多加小心。恭喜紫菱姑娘进入假丹境了，看来此前赵征的事已是处理妥当了。此地颇为凶险，紫菱姑娘才要多加小心才是。前辈就不要取笑紫菱这点微末道行了。是大长老给了紫菱一张续天残图不错，但他只带我入殿，之后就让小女子自行寻找机缘了。此番他如此高调带你入殿，就好像是在昭告天下。好好当星宫的狗，有肉吃哦。咱们丑话说在前面，韩某此次被极阴老祖盯得紧紧的，恐怕是一照面就要逃走的。
韩前辈不必担心，子灵只想在灵渊之地寻些灵药，扶助结丹，无心再向前进。而且，子灵虽能力低微，但如今也有些自保之力，危急关头不会拖韩前辈后腿的。原来此地唤作灵渊之地，紫菱姑娘可知道其中名堂？来此地之前，紫菱颇费了一番功夫，探得些情况。外殿第一关灵渊之地，充斥着无数阴灵力魄，凶厉无比，更兼全无实力之人，只知择人而食。里面还有传说中的阴灵兽灵，是连结丹修士也无法战胜的强大魔物。在下天台岛葛丽，不知两位道友如何称呼啊？原来是葛道友啊！在下天星城厉飞羽，这位是妙音门的紫菱仙子。哎呀，妙音门紫菱仙子，哦，为报父母之仇，硬汉及阴岛的大名，老朽也是久闻了。两位道友，我等既然被传送到一块儿，也算是有缘法，不如同行，合力闯关。此地虽然只是虚天殿外殿3关之一，却也是无数结丹修士的葬身之地呀！这地方天玄地陷，诸道两清，当真是一处凶地。此人看着迂阔，但能进这虚天殿的，又岂有等闲之辈？哎，葛道友，你可知那位兄台来历？可别提那人了，适才老朽对他好言相邀，此人却冷冰冰的叫我滚。若不是老朽的脾气还算好啊，今日之事绝不能就这样和他算了。道友请了，此地凶险，道友何不与我们同行？就是真碰上什么阴灵兽王，也有一拼之力。没兴趣。你看看，啊，如此桀骜不驯，十有八九是要吃亏喽。啊，灵兽提魂，难怪此人如此自信。提魂兽，这又是什么说法？李道友，这提魂兽是阴灵力魄的克星，只要被他用鼻子吸入腹中啊，不出1时3刻，无论多厉害的阴灵都会被炼化。这猴子长得还真是挺别致。
此兽非天地自生，乃人造灵兽。坊间传闻，此兽现世，这修仙界又要乱了。葛道友，此等话听听便是。就算这灵兽不出现，这世间也是会乱的，因为扰乱这世间的，从来都是人啊。葛道友见多识广，厉某观此兽颇为有趣。若是多得几只同时开动，试尽此间阴灵，岂非妙哉？既然有人帮咱们开出了一条路，咱们也尽快跟上吧。提魂兽，好像此前在哪处上门听过，好像是青阳门。传闻中，这第一关灵渊之地呀，原本不难通过。随着陨落在其中的修士越来越多，消散的灵力呀，无法回归天地，反倒成为了阴灵力魄的食粮。如此说来，此地阴灵如此之盛，倒是因为咱们这些外来修士。不知当初设下这关卡的大脑，是存了何等心思。这白雾邪门得很，不但蚕食灵力不说，还影响神识探查。还是提魂兽方便啊。是还乃是与老朽有过数面之缘的玉真人，这避火宝衣也是件小有名气的宝物。他竟然连虚天殿第一关也没能闯过呀！连此等高手都在此隐恨，这附近应该有个厉害的阴灵。就算境界不及阴灵兽王，应该也相差不远。唉，若是方才带着提魂兽的仁兄能将其解决，那自然好；如若不能，二位可做好了与其一战的准备？若是没有，那还是尽快回转吧。老朽惭愧呀！此次前来，本就是大限将至，想寻些寿元果而已。没想到前方危险如此之大，那老朽还是宁愿在外边安稳作画吧，总强过陨落于此，因为阴灵食粮啊！唉，两位道友都是青年才俊，老朽就不拖你们后腿了。
韩前辈，子菱是不会走的。付出了那么多，才换来这次机会。若是再次退缩，还何谈结丹？何谈重振妙音门？何谈为爹娘报仇？所以，我一定要闯过去，哪怕是永坠于此，小女子也认了。既如此，紫菱姑娘就跟上来吧。不知哪天，我们可能也会落得如此下场。希望到时也能遇到为我们试过的同道吧。至于这宝衣，他也用不上了，就全当是报酬了。世人修行，所求不外乎长生。一生死，齐天地。可是纵观古今，又有谁人能做到？无非是落得个寿终正寝，亦或是埋骨荒野罢了。咱们走吧。看来此人遇到的麻烦还不小。不同于其他阴灵，可以显化实体，无法被轻易稀释。这下提魂可遇到对手了。不愧是一门之主，虽然修为不高，但见识着实不是普通散修可比的。这提魂手还真是名不虚传，当真是阴灵地魄之术的克星。不过这样一来，却是无暇指引着黑袍人了。这两重阴影看着有些诡异啊，竟然附着如此厉害的阴煞之气。此人身手倒也不弱，可惜独木难支，要不要出手呢？隔岸观火。
这2道影子威胁，还在那些阴灵夜叉之上，多半是已开灵智的高阶妖物，不可轻敌。小心，不是一般敌人。现在可不是心疼法宝的时候。哼，怪不得一路以来都没遇到什么像样的威胁，看来技术的都在这儿。此地果然不只有阴灵，还有这种东西。伪无，群居魔兽，总是在阴灵最盛之地出现。阴灵以灵力为食，剩下的就归这些食腐者。真是恶心！这些东西，你们2人能对付吧？凭什么听你的？怎么想跟我换？行，要不方才那2个开了灵智的高阶阴灵，交给你。2只开了灵智的高阶阴灵，还有夜叉和伪物，阵仗还真不小。看来与这法宝脱不了干系。阴灵煞气蕴养法宝，法宝自身又滋生灵气反哺阴灵，这样循环往复数百年，也难怪。看来得用些手段了。请2位为我争取些时间，我去对付那2个高阶。
然也要将那阴灵纳入体内保护。难道他是将这阴灵不认作自己的主人了？勾魂玄阴，有大眼绝护神，倒是能抵抗一二。哇，噬金虫！可恶，神魂攻击，可是当下噬金虫为数不多的弱点，这下损失大。之后更加难缠了，怕是跟七级妖兽相比，也不遑多让。也不知道那边战局怎么样了。那俩人可别被阴灵给吞了，再不拿起力量。这么硬，这那主子还是个防御法宝，这是神色，这阴灵也是丝毫不顾本源消耗。难道是长这三者的关系为师利器？气息又增强了，已经3个了，应该不会再长了吧？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个机会。
不想在人间使用辟邪神雷的，现在看来也顾不得了。前辈，可有受伤？并无大碍。紫菱姑娘，你呢？不知道友刚才使用的雷光是何宝物，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位道友，问别人神通之前，先以真面目示人如何？其实道友也是位姑娘家吧，不必用假音说话了。适才与那些阴灵妖物战斗时，小女子就看出来。既然被道友看出来了，在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女扮男装，其实只是为了在外方便一些罢了。道友看够了没有？小女子的脸上，莫非有什么不妥之处吗？真没想到，短短100余载未见，元瑶道友也顺利突破解丹了。哼，是什么元瑶方药的？你认错人了。本姑娘姓阮。道友不必紧张，在下无意窥探道友过往，只是100余年前我们确曾有过一面之缘，故而认出了道友而已。100余年前，一面之缘。我不认得道友，道友可是故意诓骗于我。当年魁星岛的天都街方士袁道友和一位严道友与在下以及同门曲师叔曾搭过话，袁道友可还记得？难道阁下是100余年前在天都街入口处那位假丹境的前辈？旁边的另一人噻？看来韩某当时给道友留下的印象着实一般啊。想来也是，以韩某当日的修为，多半是难入2位姑娘的法眼。原来如此。啊，道友，切莫见怪。没想到一样100余年未见，道友竟然从炼气期修炼到了结丹期，实力还如此高深，就连阴灵兽王都难称敌手。与他相遇时，我已是筑基修为了，加之诸多奇遇，苦修不辍，这才有所进益。此女却在短短100年间，就从炼气修到结丹，不是天赋异禀，就是另有奇遇。韩前辈，既然是熟人，那咱们可得跟他把话说清楚。这阴灵兽王留下的法宝，归韩前辈所有。袁道友没意见吧？然后这些杂兵阴灵留下的灰烬，
名为阴灵灰，世间少有，对于辅助凝练神魂颇有功效，咱们2人可以平分。哎呀，可惜袁姑娘的小猴子已经吞了好多了，好可惜啊！这可至少损失了100颗中等灵石呢。还吃，不丢人。那要是袁姑娘不介意，剩下的这些灰烬，小女子就笑纳了。原来如此，还真是造化弄人。前辈，这下就都干净了。适才那是刘影珠。好了好了，等安全了再给2位解释，还是先上路吧。这里可不是久留之地，万一还有什么棘手的敌人出现，就麻烦了。大长老，这一关卡减员不多，大多是些没什么根脚的散修。都是些心智不坚的。区阴灵，只要不被迷了心智，岂有闯不过之力？大长老英明，这些无胆匪类死不足惜。去伪存真，方是正道。好了，时辰到了，该正戏开场了。老鬼这是怎么了？等得魂不守舍的，莫非有你相好的在此啊？魔道贼子，哼！你找到那位帮手还没出来吗？莫非是被吞噬了？看来你识人的本事一直都不怎么样啊！你这老东西，
不要在我体内随便开口说话，万一被在场哪个元婴修士感应到了，徒增麻烦。发现又能怎样？凭你我联手，大不了再重返凌渊之地就是了。我说的话，你最好听着就好，否则别怪老夫不守信。哎呀，玄公老弟，何必动怒呢？哎，好，老夫不再说话，就是了。不过，你答应过我，帮我寻找合适肉身的事情，可不能食言呐。放心，我既然需要你帮我对付那逆徒，自然也要等你也有肉身后再行动。奇怪呀，就凭那金雷珠法宝，那小子就不可能连第1关都过不去。可是怎么还不出来？难道辟邪神雷在那时就耗光了？道友，呸！狗男女，我就知道。前辈，适才给你的灵敏珠内，记录了那阴灵兽王留下的一段秘信，韩前辈空暇时可以看看。子灵就准备在这附近寻找灵药，不再潜行闯关了。前辈千万小心，切不可逞一时之快，陷入危局。子灵在天星城等你。袁姑娘，我们已经顺利过关，你还跟着在下，可是有什么事情吗？韩道友见谅，这虚天殿内危机重重，小女子只是觉得，若是和韩道友同行，能安全一些。袁姑娘言重了，你身上秘密这么多，在下怎么觉得？论危险，袁姑娘比起虚天殿来，也不遑多让啊。韩道友不必话里有话，有什么事情尽管问就是了。只要不涉及什么隐私，袁瑶一定知无不言。好，袁姑娘此行处处避人耳目，可是惹了什么天大的麻烦在身？韩兄真是的，我一个小女子能惹出什么大麻烦？无非就是不习惯抛头露面罢了。袁道友既然不打算说实话，那也请恕韩某无法奉陪了。你好，
明明就是个内向清冷之人，却不惜装出这魅惑之态。袁姑娘，看来你要隐藏的事情不小啊！小子，你动作未免太慢了，难道遇到了阴灵兽王不成？那倒没有，只是被些麻烦的小阴灵缠上了，颇费了些手脚才摆脱的。狡猾的小子，你以为老夫会信吗？算了，不过是好奇问问罢了。趁现在好好恢复吧。等下传送至第2关后，你先不要动，老夫带你去抓那九曲灵参。得到后，别忘了你答应老夫的。助老夫取得心仪之物，再一起对付极阴逆徒。醒得了，醒得了，前辈真会使唤人。这老鬼怎得如此急切？其中多半有诈。此阵即是通往外殿第2关冰火道入口的唯一途径。诸位在正式进入冰火道之前，可在传送到达的区域采集些灵草灵果，作为第1关通过的奖励。若是觉得下一关太危险的，也可选择不进入冰火道，只要原地静待即可。1个月后，自会出现离开虚天殿的传送阵。诸位，请自便吧。老夫提醒诸位，不要心存侥幸，试图留在虚天殿。千百年来，凡是被关在其中的修士，还从未有再次出现的。我到底何德何能，才会被这老魔如此盯着不放？不过，他似乎也有所顾虑，否则早就出手了，而不是隐忍到现在。紧跟我上传送阵，出阵后，老夫用独门秘术带你飞遁，否则被极阴追上，将你控制起来，老夫可不会救你。到时候，九曲灵参你也别想了。就依前辈所言，只要前辈真能将九曲灵参交到晚辈手上，晚辈就帮前辈寻宝。至于是否能对付极阴，咱们可以见机行事。好。这老鬼到底在盘算什么？此番空间并非幻想，而是真实存在的天地，乃是上古修士开辟出来，为顺利通过第1关的修士提供奖励，采摘灵草的。但可惜，这些开天辟地的大神通，却是再难重现的。开天辟地，这是何等伟业！是啊。可惜这些古人都消失了。相比之下，如今的修仙界还真是乏味呀。
紫河流直通第2关冰火道峡谷，而九曲灵参却在另外的方向。这里开放的时间只有1天，动作快一些，免得节外生枝。我要去采摘灵药，结束了就会返回亭台。你们想与万天明老儿争斗，悉听尊便，不要扯上我便是。青兄、蛮兄，在下要去寻几株罕见灵药回去炼丹。我等稍后在峡谷前再见。基因这家伙遁术倒是练得不错。秦道友，和蛮某一同去采这些寿元果如何？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得为以后打算呢。蛮兄，实在抱歉，青某也要寻一味药来着。先走一步，咱们还是在那个峡谷口前再见吧。啊，嘿，好啊，都不理蛮某是不是？老子也不理你们了。飞了如此之久，却迟迟不到目的地，这老鬼又在打什么算盘？前辈所说的地方还有多远？再这么飞下去，不会一直飞到这个空间的尽头吧？哼，狡猾的小子！九曲灵参这样的灵物，又岂会长在道旁？若不是上次来时，追一只灵禽一口气飞出这般远，就连老夫也遇不到此天地造化的机缘。年轻人呐，还是耐心点吧。老鬼！到了，就是此处。那灵参独有的清灵之气还在。喂，看来你对自己的神识颇有自信啊。不过别浪费时间了，仅凭你结丹期的神识，是不可能窥见的。这老鬼神识看来果然是元婴期，不过我也有大眼诀，有吗？果然有一股清灵之气，不过这黑色轨迹又是什么？老鬼果然有鬼。这九曲灵参深得此方天地钟爱，已然衍生出灵气离体，可化万物。这里的草木生灵都有可能是其灵气的化身。若是抓不到灵气化身，即使找到灵参本体，也是无用。上次老夫遇到时没有准备，让其逃掉了。但这次不同了，等下你去布下圈套，让那灵气化身自己跳进去。老夫与你兵分两路，去寻灵参本体。前辈所说的圈套，可是此屋？
不错，这九曲灵参属木，衍生的灵气化身也是木灵。木灵者遇金则困，遇土则溺，遇水则兴，只有纯金之物才可将其困住。四象玄武阵，狡猾的小子，没想到你还深谙阵法之道，那倒省事儿了。此阵也交于你布置。万一被那灵气化身逃去，遁入土中，就催动此阵，到时方圆数10丈的山石泥土都将变为金铁，足以困住那灵气化身了。速速行动吧！说完灵参，再与你商讨如何对付极阴。对付极阴？哼，你们两个老鬼打起来才好呢。沈公老哥，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真要将那九曲灵参给了他？欲想取之，必先予之。要是不给点好处，怎么能让他放松戒心，露出破绽，好动手呢？啊！现在就要动手？不先对付极阴吗？这小子过于狡猾，实力也不差，未见得就愿意死心塌地的助我，说不定还在琢磨如何将我制住献给极阴，好自行脱身。如今我可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你觉得这小子肉身如何？你要帮我夺舍此人？你我多少年的交情，自然要比他近别人多。有了肉身的你，再加上那小子的金雷烛，这样一来，只要那孽徒落单，你我2人就足以将他置于死地。金雷烛，这小子还有辟邪神雷，那岂不是老夫的克星？无妨，这金雷烛又不是什么烂大街的货色，老夫估计他手中也没有多少。况且不久前老夫和他斗过一场，他手中的辟邪神雷已经消耗了不少，再经过那凌渊之地，现在应该消耗光了才是。若没有辟邪神雷，那这小辈就没什么威胁了。此番若是夺舍成功，你还真就是我天大的恩人了。到时候别忘了你此前的誓言。我的本命精魄都给你了，你还担心什么？若是真能做掉极阴，助你重夺玄阴岛，我还少不了要去讨个副岛主来当当的。罢了，我先去助你将那灵参本体给找出来。
回想起来，这玄古对于灭掉基因一直颇有自信。难不成在当年传授其功法时，就留下了什么瓶颈破绽？话说他花了这么多心思在这灵身之上，怎会甘心让与他人？可若是陷阱，那他这一番谋划，也太看得起我了。化土为金的阵法，我倒是也有，但若是不用他这阵，又会令他生疑。有了，还好之前在青竹小轩那些年，照着新如音的阵法术，练了不少东西。如此一来，即使他动了什么手脚，主威的真气也在我掌控之中，不至于作茧自缚了。小子，这阵布置的如何了？差不多了。前辈不是去寻灵身本体了吗？怎么又折返回来？哦，适才走得太过匆忙，忘了将此物给你。这是麝兰香，别看它闻起来味道不怎么样，却是木属性灵物的最爱。将其放置在阵中作诱饵，正好。还是前辈想的周到。不如就请前辈顺手将此物摆好，晚辈去检查一下阵法便回来。当年你能有这么谨慎，也不至于落到现在的地步。闭嘴！这小子，不出所料，果然他心里有鬼，看来也不枉我一番布置。恐怕等捉完九曲灵身，就会对我出手了。在此之前，得省着点法力。这都数个时辰了，这灵身本体还真有耐心，可化万物吗？这野兔怎么鬼头鬼脑的？还跟那麝兰香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这身上的精灵之气，真不愧是天地造化生出的奇物。哼，就是你了，兔子！快进去，进去！这是什么遁术？
哪个才是本体？这何止是狡兔3窟，8窟9窟都有了。不过，分身嘛，我也会。9取灵身，捉到了。小东西还挺活泼的。话说，你到底是人参还是兔子啊？虽有点波折，总还算顺利。看来玄谷那边也成功找到了灵参本体，如此一来，这小家伙才算老实了。不过，接下来的应对才是大事。哟，狡猾的小子，你这般如临大敌，是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啊，只不过在下修为低浅，怕前辈突然翻脸而已。唉，你未免太多心了吧？哎，此一时彼一时。既然前辈现在另有帮手，在下可就不敢笃定了。什么帮手？小子，蠢材，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在下没有兴趣回答陌生人的问题，只是斗胆想问一下玄武前辈，真的想和我斗得两败俱伤，却便宜了极阴吗？两败俱伤，你未免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这就叫作茧自缚。谢前辈的阵旗，晚辈就笑纳了。就看出了阵旗动了手脚，不过那个金丝球你用的还不错吧？狡猾的小子，阴魂丝的滋味怎么样？你现在还能动用你体内的丝毫法力吗？可恶！数番检查此物，都未发现任何异样，没想到还是找了他的道。你的身体本大爷要病了，快给我交出来吧！阵法尚在，
此人是怎么进来的？石金冲，幸亏当初布置了石金冲在此。你这些是什么怪种子？相信我的无心法体都能吞噬！你这小子太邪门了！怪不得老鬼迫不及待动手。要是留着在承德此地，余影一下，谁还能拿捏得了你？这个不老弟，谁能输了？交出来吧！谁叫我平生最恨毒杀之人？前辈，闹够了没有？将九曲灵参交予我，在下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否则玉石俱焚。好，好，好。他夺舍不成，那是他本事不济。老夫只跟强者合作。小子，你过关了。哈哈哈哈哈！此人当真是厚颜无耻。你我且在此地稍待片刻，待这灵气化身与灵身本体融合，略加酝养稳定，便可离开了。放心，这盒子上没做手脚。唉，现在老鬼已死，老夫还需要你联手讨伐基因呢，没理由再下手对付你了。生气了？哎呀，你是知道的，老夫被自己徒弟害得这么惨，总要有点防备的。你实力过关，脑子够用，老夫真的没有其他的想法对付你了。啊？啊，这是那个老鬼的本命金火，老夫留着也没用，就给你拿去玩吧。前辈，你们极阴岛是不是师徒关系都很不好？怎么？那欺师灭祖的逆徒你也看到了？老夫我可是苦主啊！唉，想来当年这极阴岛还叫玄阴岛的时候，我对他们这两个徒弟可是倾囊相授啊！叶儿炫儿，你们两个可要好自为之啊！以后这玄阴一脉的功法传承，
可就都在你们二人身上了。莫要让老夫失望啊！是，师父。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事情怎么就变了？ 算了，事到如今，与你说这些又有何用？不过老夫看来，你得到的多半是极炫这小子的传承了。哎，当年啊，这两个逆徒可是联手谋害的老夫。 后来又内讧了起来，似极炫小子那般耿直，当然是斗不过他师兄的。没想到最后竟便宜了你这小子，可惜他身上的其他东西，看来是没有落在你的手里哈。老鬼看似诚挚，有套话，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不过极炫身上还有什么？不就是虚天残图吗？ 对了，还有那几颗丹药。什么传承？前辈说笑了。晚辈乃是在一名邪修手上得到的玄阴诀功法，并不认识什么极炫。前辈还真是了解你那两个徒弟啊。接下来是不是该有个了断了？稳住！稳住啊！ 虽然那九曲灵参是给你了，可炼制此身的配方还在我手里，你也别想着能就此抽身。而且你身上已被极阴下了追踪禁制，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还是会被他捉到的。追踪禁制，什么时候？竟然毫无感觉。 你呀，还是乖乖和老夫合作吧，置之死地方能后生啊！前辈莫不是在诓我？难得对你交交心，你还不领情？觉得自己神识强大了？你也太小看元婴修士了。不过，你也别太过担心。 等过了冰火道这关，我们就行动。按老夫的设计，至少有50%把握。除了他，那逆徒来了，恐怕是来找你的。你好自为之吧，我先躲一下再说。你倒是跑得真快啊！ 就这还要除了极阴？还真是极阴老魔，如此偏远之处也能寻来，莫非真的有什么追踪禁制？事到如今，躲避也是无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小子，别乱出手！这逆徒只是在给你个下马威而已。先看看他到底找你有何目的再说。前辈大驾至此，有何指教？能够在老夫的一击之下保持如此镇定，看来你胆子确实很大。
前辈是元婴大能，真要灭个结丹晚辈，胆子大些或者小些，又有什么分别？你叫韩立，天星城的一介散修，没错吧？既然前辈知道的都如此清楚，在下安敢以答。倒是这位乌丑道友，咱们魁星岛一别，也有110年了。在下此前可是承蒙道友照顾，东躲西藏了好久啊。哎，你和小丑不打不相识，也算是有缘。不过，你且不用担心，老夫不是因之前的旧事来迁怒于你的，只是想问一问，此物你可认识？这血雨之珠现在何处？还不速速放出来，让老夫一观！小白、小玉，原来这老魔要找的是他们。若是拒绝，不行。前辈既然发话，晚辈敢不从命？太好了，果然是血雨之珠。真是天助我也！你怎么会有血域之珠？既有此物，为何一开始不告诉我？老鬼，此前处处下桃害我，我又为何要告诉你？罢了，计划有变，说不定又是一场泼天富贵等着你。基因这逆徒一定会邀你去那边的，你且与他虚与委蛇，尽管去就是了。我会暗中尾随，接应你的。连玄骨都这般动容，小蜘蛛他们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小友，血域之珠与基因桃有缘，原本就是老夫座下的灵兽，只是多年前因故丢失。哼，没想到落在你这里。看在你养育有功，以前种种，老夫都既往不咎了。只是这血域之珠却是要物归原主的。不过老夫也愿意给你些补偿。你是要灵石呢，还是功夫？前辈，晚辈也想成人之美。只是这蜘蛛，自晚辈得到手以来，便是时时以精血喂养，早已与在下血脉认主。即使此刻现与老祖，恐怕老祖休要唬人了！血脉认主了不起呀，别想着坐地起价。哼，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了你呀？吴道友说笑了，这血脉认主的功效本就是为了危急时刻人珠一体，元神自爆。若是道友执意出手强夺，大不了一死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禀老祖，韩某虽是一介散修，也是有一些骨气的。若是老祖不想平白间的血域之珠横尸于此，还是请放韩某离去吧。有趣的小辈，竟然还知道以进为退。哼，可惜老夫想要的，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不过，你也不必为了这件事情赔上性命。
指挥着血域蜘蛛为老夫办妥一事，老夫就带你进出内殿一趟。这内殿之中随便一样东西，对于结丹期的修士来说，可都是至宝啊！谢老祖宽宏大量，但晚辈福伯，修为尚浅，能闯过外殿第一关已属侥幸。至于这内殿，实在是消受不起。哼，姓韩的，老祖宽宏大量，如今更是要好心好意的带你去内殿，你竟然还推三阻四！你以为去不去？是你说了算的吗？你快答应！若不就范，你根本无法离开此地。老祖恕罪。韩某以散修之身修炼至今，靠的就是这点骨气。若是这位巫道友继续强压晚辈，在下还不如与这蜘蛛一道自保元神，也好过受人折辱。好，老夫很喜欢有胆识的后辈。本祖师自然不会强夺你的灵宠，不过这血域蜘蛛，老夫也要定了。你若不肯割爱，就跟老夫走一遭吧。内殿机缘无数，寻常结丹修士可是根本触及不到的。遇到危急时刻，老夫还会亲自保护于你，绝不让你空手而归的。谁在那里图钉？给本祖师滚出来！不好，难道是玄古老鬼被发现了？误会，是我。你青某只是到处闲逛转转，远远看见乌兄，本想过来打个招呼而已，没想到坏了乌兄兴致啊！闲逛啊，转转，明明就是跟踪于我，你个老东西！等！这就是血域蜘蛛啊！哎呀，还以为早就灭绝了。相传这可是斋殿的最佳灵兽之一，成功几率远在火蟒和金丝蚕之上啊！哎呀，斋殿难道是金兄提过的虚天鼎？等，老朽同样欣赏有胆识的年轻人。一看见你就觉得欢喜，怎么样？可有兴趣拜入本人门下呀？青某可还从未收过亲传弟子呢。秦道友，此人与我关系重大，你当真要与老夫抢？哎呦，你又没说过要收徒弟。怎么还怪起我来了？以咱俩这几百年的交情，为了抢个人而大打出手，哎呀，不至于。何况就是个臭小子，又不是什么绝世美女。不过，若是让蛮胡子知道这里有一只血域蜘蛛，他会怎么做呢？吴兄可要未雨绸缪啊！你这老东西，好话都让你说了。若是老夫不拿出点诚意来，倒是要叫你给比下去了。韩小子，小子，老夫也愿意收你为徒。你愿意拜谁为师，
自己选吧。小友，老朽平生确未收过亲传弟子，并且离大仙也没多久了。小友若肯拜在我的门下，我的衣钵自然都由你来继承。小友也不用担心这老魔报复。老朽虽不是什么绝世强者，但护佑唯一亲传弟子还是绰绰有余的。小子，老夫不管青老怪给你许诺了什么，但是老夫提醒你，他作为散修，家底儿可是薄得很呐。即使他把身后事都许给了你，你也捞不到什么好处。而我极阴岛势力庞大，若你成为本祖师的亲传弟子，放眼整个乱星海，都没有几个人敢惹你。要不是知道你极阴岛一脉有喜欢将徒弟做成身外化身的传统，我都差点要信。蓝小子，老夫若是你，定然要拜入那逆徒的门下。以他的性子，若是拒绝，你会有更大的麻烦。这3人都有自己的算计，若是可以，真是谁都不想选。不过选蛊的话，也不得不考虑，总不见得只眼见亏。老夫再提醒你一句，本祖师今于炼鬼之术，就算血雨之主死了，也能将其制成炼鬼驱使。只是这种做法会让血雨之主的能力大减，不到逼不得已的时候，老夫是不会如此做的。所以别以为老夫会投鼠忌器，你是个聪明人，好好选吧。在下，在下仰慕极阴岛久矣，若老祖不弃，愿拜入门下，侍奉左右。好，好徒弟，从今日起，你就是老夫的亲传弟子了。此物名曰玄阴环，是老夫早年得到的一件法宝，既是师徒信物，也可防身。他日等你正式拜师，为师还另有好东西相赠。这逆徒，此物明明是我赐予他的阴阳环，竟然连名字都改。此环是其中阴环，虽有些防御功效，但被他手中另一枚阳环克制。若你用此物来对付他，就是自寻死路。夹在这些心机深沉的老怪物中间，若不留神应对，怕是要没命的。只是如今形势所迫，也只能伺机而动了。散修没牌面呀！韩小子，要是在你这便宜师傅这吃了瓜漏，记得来南鹤岛找老朽。老朽啊，保准给你撑腰。老东西，休要再次挑拨。没有看到紫菱，看来他是真的留在了第一关，不准备往前走了。
看来蛮虎的心情不错，寿元果采摘的比较顺利。老祖，这难道就是号称乱星海第一防御的多天魔功？是个乌龟壳而已。老夫的玄阴大法练到了至高境界，并不弱于托天魔功。哼，看来是你最近的修行太懈怠了。罚你回去闭关10年，少去给老夫惹些麻烦。哎呦，恭喜蛮道友了！这托天魔功又有所精进，想必和双圣、六道都有一战之力了吧？有点意思啊，虽然身体弱不禁风，这神识倒是不差。还不过来向老夫锤炼一番？若你侥幸不死，老夫就教你些炼体之术，如何？哎，蛮兄，蛮兄，还请高抬贵手，放过小徒吧。被你锤炼一番，恐怕几条命都不够啊。他又何时成了你徒弟？你跑虚天殿里来收徒弟，莫不是失心疯了吧？啊！不过，你这个徒弟收的确实不错。别的不说，最起码神识就比你那孙子强上数倍。哎，把他让给我吧。比起你那只会阴人的孱弱功法，这小子更适合修炼我的托天魔功。蛮兄，说笑呢。此子才刚拜入我门下，
这岂有令入他人门下之理呀？基因啊基因，这几百年了，我还是头一回知道，原来你也是个爱徒如子的人。竟然为了个结丹期的小子，敢与蛮某争，还是说你有什么蛮某不知道的秘密？蛮兄，若是这小子有什么得罪道友的，还望看在是吾兄爱徒的面子上，手下留情。哎呀，老朽见吾兄对他极为重视啊，还说要带他进那内殿取宝呢。原来如此啊！看来这小子身上果然有秘密。那今天我就更得跟你争上一争了。蛮兄，这蛮子看似粗豪，但毕竟是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又怎会是个容易相遇的？你再琢磨琢磨。恐怕如今蛮胡子也知道血域之主的事了，且看如何收场吧。话说，我是不是命犯煞星啊？只不过是一时好奇，想来探个究竟，怎么就一头扎进这堆元婴修士人堆里？虽然这修仙界本就是实力至上，但没想到结丹后还要被人待价而沽，当真是……万门主，那金丝蚕有几分把握占据虚天？以前想夺取此宝的前辈高人可也不少了，但从没有一人成功过。怕不是我们也要空欢喜一场？放心，我先前还寻到了天青花，到时取宝时拼着金丝蚕不要，给他们服下此催化之物，还能增加一些几率，比吉因他们手里的变异火蟒强得多了。哼，这群魔道之人，上一秒还是争得你死我亡的样子，顷刻间又仿佛亲如一家，真是群疯子。若是让他们最终夺顶，我也就更高涨了。魔道功法威力虽大，但是容易让修炼之人心性扭曲。在我们正道功法面前，不要慌张。不过，现在确实正是近千年来心功最为疲软之时。我等正道绝不能让魔道替代了心功的位置，统治乱星海。万门主说的是啊，只是越临近内殿，在下就越是心神不宁。惭愧啊，看来贫道的修为不足，这心境还有待多加磨练。虚天鼎这等宝物，就算是天星双圣，想必同样也会牵肠挂肚。毕竟，我等只是修仙者，并非真是无欲无求的仙人。
也是随机传送的。我们在冰火道的尽头处汇合。你想走哪条通道？卫士虽然无法亲自带你过关，但是给你1、2件御寒取暖的宝物，还是能做到的。御寒取暖，莫非这老怪想让我走玄经道？我还是走熔岩路吧。弟子身上正好有件避火衣，也许能起点作用。慢着，物已收好。以你的修为，有了这东西，过关应该不成问题。没想到啊，基因你这么小气的人，竟也难得大放了一次。这不是那件很宝贝的白玺佩吗？小徒修为尚浅，这些都是做师傅应该照顾到的。况且我要走的玄经道，此物放着也没什么用。倒是我记得蛮兄好像有一颗寒冰珠，不如一起暂借小徒吧。想必道友不想让小徒在未进内殿之前出什么意外吧？哼！本人自不会让这小子现在轻易死掉。此珠是我早年击杀一只寒狸所得。小子，先便宜你了。好，好啊！有这2件宝贝在手，你小子一定过得了此关。还不快点谢谢你师父师伯呀！啊，快点快点！哦，谢谢师父，谢谢师伯赐宝。别客气，别客气，都是自家的啊！小心，过几日我们在峡谷尽头的传送阵见面。这几个老怪物，非要亲眼看我进入冰火道才算安心。看来此处没有什么可以逃跑的良机了。不过玄谷怎么至今还没有露面？难道见基因势大，独自溜走了不成？不要东张西望了，我现在就隐匿在附近，只是没有现身而已。过了冰火道，我自会和你联系的。前辈还真是神出鬼没，晚辈还以为你改主意了。小子休要拿话来激老夫。放心吧，到时候你便知道老夫的手段。话说，这蜘蛛也在你这儿，你当真没从吉炫手里拿到别的东西？
又要额外耗费不少法力，真是烦人。若非情势所迫，还真不想用上这几个老怪给的东西。不过，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先通过此地再说吧。 路与玄经道互为表里，里面的怪物也是相克的。可惜只带了这么几颗玄经珠，否则定要多杀些妖灵，猎取些离火珠。 此地火属性灵气突然变得如此浓郁，不对呀！
危险程度远超设想。以前那些结丹修士是怎么通过的？看来得寻另外一条路了。大长老，算上玄龟岛的赤火修士，咱们已经除去了6人，都是正魔2道的后起之秀。不过也有一些机灵的。不必急于一时，这第2关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机会。是，大长老。这才哪儿到哪儿，不过也该再加些料了。大长老还真是毫不留情。今日过后，乱星海各大势力怕是要洗牌了。小丑啊，老总，可还记得当年金奎长老来极阴岛做客的事啊？小丑当然记得，在老祖带领下，弟子们众志成城，总算是将其逼退了。怎么，他又要来找您的麻烦？麻烦？咱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麻烦。这次倒不一样，这次换到他有求于老夫了。小丑，在。你对老夫收那姓韩的小子为徒，作何感想？老祖行事，孙儿怎敢置喙呀？只是这小子颇为狡猾，行事狠辣，多半还得了极炫师叔的传承，留在身边恐怕会对咱们极阴岛不利呀。狡猾，狠辣，还得了极炫师弟的传承。这怎么听起来都很适合做我极阴岛的门人呢？小丑啊，你莫非是起了好胜之心？不错，就用那小子做你的磨刀石吧，将最好的对手做成身外化身，才是我极阴岛的风格。可恶啊！姓韩的，迟早弄死你！老祖，当时极炫师叔带走的东西里，可是有那丹药在的。这下岂不是也一并落到了那姓韩的手里？依着师弟的性子，多半会自己服用炼化的，不一定留得下来。现在已然不重要了。若是此次能成功夺定，些许损失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老祖，这
到此，方知天地逆旅，万古为尘。这黑沙又藏了些什么秘密？ 难道看错了？适才明明有人影在的。按照前人经验，通过此关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否则一旦传送阵关闭，困在其中自是十死无生。只是这黑沙漠也过于诡异了，绕路而行又不知要耽误多久，正好就用此人来探探路吧。去。 匕首的法器倒是不错，就不知是杀人夺宝了多少无辜修士。我是谨慎过头了吗？难不成这沙漠真的只是沙漠？ 7位的铁火蚁，真没想到，竟会在这里见到。不对，能登上这七冲榜的灵虫，绝没有那么好对付。除了传说中排在第9位的天鲸以外，大概就属这种铁火蚁最为棘手了。不但刀枪不入，不惧大部分法术攻击，而且体内摆出的黑色炎火还能侵蚀法宝。看来
这绝活雨就是此处沙漠的天然陷阱了。是一些含有玄铁的矿砂，正是非遗最喜欢的环境。能将玄铁矿砂铺成这般广大的沙漠状地形，这虚天殿主人还真是了不得的大手笔。只是在这其中，还不知暗藏着多少非遗群。 真会藏，还懂得用玄铁矿蕴含的灵气掩盖自身灵气。以我的身世都很难发现，也难怪实在那人着了道。只是可惜了，此物难以被驯化，不然捉一些回去繁殖，就算不打架，练气的时候应该也挺好用的。等等，虫子打架，噬金虫。 辛辛苦苦养你们，就是为了这种事。去，给这些蚂蚁开开眼。这蚂蚁群体组合唤醒的能力，看来还在噬金虫之上。去！
不幸的异种都被召唤而来了。果然还是噬金虫更厉害一些，这下你们不愁吃了。小家伙们这回算是吃饱了吧？看来这铁火蚁还挺对你们胃口。不过这刚进沙漠数百丈，就遇到如此多的铁火蚁，想必横穿整片沙漠，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虽说噬金虫占着上风，但是这铁火蚁也太多了，着实损耗了不少。看来不能再刻意狩猎了。这个地方应该是沙漠的中心了，不然不会有这么庞大的飞蚁群。这灵光威力倒是惊人，看来能走到这里的修士都有些底牌的。罢了，此处时刻都要消耗法力抵挡炎气，还是莫要多管闲事了。
韩道友，举手之劳罢了。袁道友既已脱险，还是速速离去吧。韩兄，为何如此拒人千里之外？可是袁瑶做错了什么事？袁道友身上秘密太多，韩某修行尚浅，还想多活几年。况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尽早离开吧。韩兄这样想，也是无可厚非。之前你几次三番询问，小女子避而不答，不为别的，只因袁瑶确有苦衷。只求韩兄能带小女子通过此地，此后的事，袁瑶独自承担，绝不拖累韩兄。袁道友其实不必如此。韩某虽不是什么圣人，倒也不至于坐视你在此等死。想必你要做的事，定是无比凶险。请姑娘三思，莫要妄自丢了性命。此物名曰青火雷，乃魔道青阳门的秘制火雷。适才韩兄也见到了，其威力可媲美元婴初期修士一击，且每一枚都价值连城。元瑶还剩3枚，就都赠与韩兄了。元婴级别的威力，此等秘宝重器是怎么到袁姑娘这种散修手里的？莫非来路不正？看来这袁姑娘的麻烦确实不小啊。这如此重器，只换得韩某送你出关，对你不甚公平。要不，还是算了吧，全当欠韩某一个人情好了。韩兄果然谨慎，倒是袁瑶一时情急唐突了，反叫韩兄起了疑心。韩兄既然为难，袁瑶自然不会强迫于你，只是救命之恩不能不报。韩兄若是有什么用得到袁瑶的，尽管开口就是了。有什么合适呢？对了，韩兄，不会是要小女子以身相许吧？袁姑娘莫要说笑，韩某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姑娘身上确有一物，让韩某颇感兴趣。哼，韩兄真是个不懂风情的，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算了，韩兄已经失去机会了，说吧，你想要什么？这位袁姑娘，说话做事滴水不漏，与当年初见时相比，倒是判若两人。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姑娘驯养的提魂兽，可否让与在下？此兽看上去颇为憨态可掬，想养来做个灵宠。你想要提魂做灵宠？姑娘不忍割爱。那要不好啊？提魂就送给韩兄了。怎么竟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难道这提魂兽有什么问题？提魂，以后这位不解风情的韩先生就是你的新主人了。你可要好生表现，不可造次，知道了吗？这冥魂珠与提魂共生，
韩兄只需将上面的神识痕迹抹掉，就可以了。在下对提魂兽所知不多，若在下将此珠炼化，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妥吗？不妥？怎么会呢？元瑶还要指望韩兄保我性命吗？哪敢起什么让你不妥的心思？既如此，那在此容颜路上，韩某会尽全力保袁姑娘的性命。但还是那句话，若在下遇到什么自顾不暇的情况，姑娘就自行逃命吧。放心吧，若是遇到你我二人底牌进出还对付不了的状况，就是死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这生死之间的事，又岂是可以强求的？走吧，韩兄。看来这一袁姑娘也经历了很多。说起来，这容颜路实在有些诡异。元瑶反复打听虚天殿的消息，却从未听说过这黑色沙漠还有这么厉害的非蚁群，更是闻所未闻。若不是依靠那清火雷，恐怕元瑶根本坚持不到和韩兄见面了。这么说，这黑色沙漠此前都没出现过？未曾听说。以往这容颜路的凶险之处确实不少，但都没有这么邪门。韩兄有这些厉害虫子，刚好克制蚁群，换成其他结丹修士，恐怕很难独自通过此地。那看来还真有些不正常啊。绝对不正常，肯定有人动了手脚啊！哎呀，
京道竟然出现了银光鼠这种东西，还不知道熔岩路里会有什么呀？哎。 看来姓韩的小子要有麻烦了，可千万别死了呀！哼，又死了几个。这黑色沙漠和血冰林的禁制果然厉害。 不过，那些元婴修士该怎么办？若是被他们发现，是我们星宫在背后操纵，会不会与我们翻脸？哼！这不，已经开始给老夫示威了。是万天明先按捺不住了吗？哼！那又如何？ 星宫权威，容不得任何人质疑。再者说来，他们要的是虚天鼎，内殿才是他们的战场。大长老独立支撑多年，力压正魔两道，为师不易。若是有什么在下能效劳的地方， 大长老，吩咐就是。哼，你也不错。这铁火蚁和银光鼠养了好久了吧？不肉疼吗？啊，些许付出不足挂齿，全凭大长老平日提携。放心。 待日后双圣出关，设伏群小，老夫定不会忘了你的功劳。不过，内殿那头，说不得是要拼命的，你可要做好准备。是，大长老。 越来越少，想必最危险的区域已经过去了吧？一蚁群附，如此大规模的蚁群，不可能没有蚁后。我们还是小心点吧。袁道友为何如此笃定？
此水晶龙柱，乃万法门大名鼎鼎的古宝玄黄镜所设。中术者，元神散尽后，周身会被这种水晶龙柱包裹，既能杀敌，也有震慑后来人的效果。看样子，这多半是那元婴修士万天明的手笔。按说，元婴大能出手，足以毫无痕迹的将以后抹杀。但这万天明偏偏将此布置的华丽堂堂，难道他是在警告，或者挑衅谁？不愧是韩兄，这一路上反常之事和幕后之人，你已经猜得差不多了。只是，此等范畴的谋算，已经称得上是神仙打架。似我们这般小小结丹修士，除了干瞪眼，又能做什么？大人物博弈他们，我们管好自己就行。可不是，他们喜欢高屋建瓴，咱们只管揭瓦拆屋。走吧。我就该多给那小子些保命的东西呀！天雾子、木藤子、青翼子、蓝胡子、金没有子，但是有个孙子。韩立那小子实力顶多和结丹后期修士差不多，能不能通过变异的冰火道，实在是无物之说。可是这内殿里的东西，绝不能空手而归。可恶！都怪这些行宫的狗。
不知道是哪位莽撞的道友，在闯关时触动了禁制，让这冰火道内产生了些许变化。我与大长老反复查验，也没有发现什么解除的方法。这次不知要有多少后起之秀陨落在此地了，真是令人神伤啊！罪过，罪过！哼，怎么？看来万门主颇有微词啊！难道这些死伤者中有你的子侄辈不成？大长老此言，未免有些太瞧不起人了。生死有命，即使是万某族人，若是逃不过此等浅薄的算计，也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但是，大长老也请慎行。若是逼迫太甚，同是操客。让那外海的异类钻了空子，行宫难辞其咎。这些混账伪君子，只知道把道义挂在嘴上，若是有心天下，倒是出外海去，杀几只化形大妖回来，给大家伙开开眼呐！就会在这儿说大话。我看你这万法门，怕是吹法罗的法吧？啊！王胡子，吾必杀汝！记住了，满某的名字是满胡子，不是满胡子，连别人名字都搞不清楚，还正道！我呸！多谢师尊。哦，还有前辈赐宝，弟子才能侥幸过关。来坐。弟子这就物归原主。哎，算你小子走运，我满某人给出去的东西就要回来的道理。这珠子就先放在你这儿，存着吧。长者赠，不可辞，你就收下吧。快坐，坐。看来离内殿越近，越发受这几位老怪重视了。是不是该找机会联系下玄武？
他到底有什么打算？这里的4条通道中，会有3条随机通向藏宝之地，分别对应五宝、丹药、功法等上古修士遗留的东西。每人都只有拿取1样东西的机会。剩下的那条通道，则是直接通往下一关——极妙幻境。选中那条的人，只能自认运气不好。若是不想冒险的话，可留在此时殿内，一段时日后，就会自行传送出虚天殿了。好徒弟，此物名叫婆罗珠，这4颗在你身上。如果你进入这极妙幻境，危险就算是突发数倍，也能让你保持神志清醒。婆罗种做的珠子，这可是正经的天才地宝。此珠珍稀至极，1颗在身，就可大大减少心魔干扰。这金银老魔竟奢侈的用4颗穿成了手链。韩小子，也将此物收下吧。这是老夫炼制的清明真符宝，有了你师傅这珠子，这幻境多半伤不到你。但是恐怕像冰火道一般，遇到有人做手脚。若是后面对上厉害对手，就将此物丢出去吧。谢谢前辈赐宝。哎呀，哎呀呀呀呀呀！黄鳞甲，蛮兄大方啊！此物可是蛮兄早年间的成名法宝。老夫就带小徒先谢过了。待我功法大成前，此物还对我有点用。现在嘛，就暂且借你小子保命用吧。希望到时不要让我失望。好徒弟，有这几件法宝傍身，接下来的关卡当真是无虞了。那我们也准备行动吧。还真是一点逃跑的机会都不给啊！安魂奇珠、元婴符宝，还有赫赫有名的宝甲，这3位老怪对我可真是好啊！只是不知代价几何。那小子什么来头？怎么这几个元婴老怪对他如此重视？想来也无非是与夺鼎一事有关。可惜啊，除了依靠那几种在乱星海早已灭绝的灵兽外，还真就是痴心妄想。大长老说的是，要是这么容易的话，此鼎早就被人取走了，哪里还轮得到他们？虽说如此，但此前也有人差点就成功了。大长老说的是那玄古老魔吧？此人还真算得上是1号人物。自打双圣6道之后，他可是距离夺鼎最近的一人呐。可惜后来就不知所踪了。莫非是陨落在了什么地方？
终究是邪魔外道，说不得还是那套父慈子孝、背后捅刀的形式，还真就是他们这一脉的传统了。这一关主要看的是心性，不好做什么应对。我们且去内殿前等他们吧。是。单向禁止，只进不出。看来果如星空那人所说，为了避免争斗夺跑，此地能同时容纳1人。上一个修士被挪移出去了，才会允许下一个进来。啊！这些都是古堡啊！看来这虚天殿还真是上古修士所留，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就这？这也太乏善可陈了，还真不一定比得过青竹风云剑。要是能有一些花篮那样具备特殊神通的就好了。这虚天殿令人如此趋之若鹜，彩头应该不止这些吧？这里还有个暗门，说不定有什么宝贝。看来这暗门才是关键。若是心急，适才就草草选了，错过了真正的好宝贝，岂不是要悔死？修仙界中的镜子类法宝，通常都有些特殊的功法神通，而这五色铜环，
血色披风，飘逸灵动，竟如活的一般。眼下最缺的是保命和逃命的手段，说起来，似乎是这披风最为合适。每人都只有拿取一样东西的机会。看来只要取得其中一件，禁制就会发动，将我传送出去。还真是纠结啊！不过若是有法子能隔绝此地灵气，这禁制岂不是就发挥不了作用了？试试总是无妨。虚报的同时，让噬金虫吃掉周身灵气，起到隔绝禁制的作用。虽然只有1瞬，倒也是够了。至于多取一件宝物之事，想来这虚天殿主人也不至于这么小气吧？究竟选什么呢？就要这披风，还有这五行环吧。真的生气了呀！
如此。活色生香，似幻似真。狼环仙鹤，幻语成人。靡靡之音，不绝于耳。仙香桂玉，食补销魂。此地还真有些意思。若是遇到心智不坚的，还真有可能沉沦于此。可惜，假的终究是假的。哼，不过这第3关就只有这些东西吗？未免也有些太过小瞧人了吧？